男人可以看到未来，他却用这个能力贪小便宜。如果是各位拥有这种能力，你想干嘛呢？这天，男人叼着烟走在大街上，一个画面从脑海闪过。男人按照预示捡起烟，潇洒走开。没多久，男人转头看向某处，画面再次闪过。男人把这样的日子称为发薪日，杀戮天眼。男人可以预测未来，某天却看到自己被枪杀。男人提着酒瓶来到预测位置，一个壮汉正想对女人做不可描述的事，男人开始挑衅，后方却冲出个黑帽男，男人将黑帽男打倒，转头却被壮汉迎面一拳，壮汉败兴而走。男人按照预示捡起钱包，把钱放进自己兜里，女人递纸巾给他，男人走过去，画面再次闪过，女人成了男人女友。男人盯着女人说道：“你看起来眼熟。”女人微笑，男人介绍自己叫阿彪，女人回应道：“安琪拉。”这时阿彪的朋友来了，朋友刚被监狱释放，朋友邀请阿彪用他的能力帮忙。阿彪留下住址给安琪拉，上车离开。来到车间，见到老朋友渣哥，渣哥有一批盗来的钻石，非常值钱，要和人交易。而 FBI 一直盯着渣哥，他需要阿彪用预测未来的能力看管钻石。这时阿彪的脑中闪过钻石成交的画面，渣哥一听超开心，并预付阿彪$2000。阿彪回到家，安琪拉来送礼表示感谢，不得不感叹这能力找女友真准。安琪拉还表示要在阿彪家洗个澡，那当然阿彪是非常乐意了。两人愉快聊了一会儿，安琪拉进浴室沐浴。这时阿彪看着钻石，画面飞快闪过。阿彪拿起笔记录信息，画面一转，阿彪看到自己倒在血泊中。阿彪被吓傻，赶紧叫上安琪拉逃跑。两人一路狂奔，上车逃离。来人追来，居然是渣哥两个手下。原来这俩想背着渣哥偷钻石，但阿彪现在不知道是这俩。路上阿彪向安琪拉解释了自己的异能，两人来到旅馆，将钻石藏进保险箱，随之出去吃个饭回来，钻石就被盗了。阿彪懵了，密码只有他知道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两人只好去收养阿彪的博士家躲躲。结果阿彪发现预测中死亡的地点正是这里，跑了一路，最后跑到了死亡地点。博士拿出阿彪小时候画的画，都是小时候阿彪预测的画面，其中一张画的还是安琪拉，但现在的阿彪不记得这些，他和安琪拉的感情也快速升温。没一会儿，渣哥来了，博士上前想说什么，被保镖 A 一拳打晕。阿彪辩解无力，毕竟钻石是真不见了。而渣哥以为是安琪拉蛊惑了阿彪，叫保镖将阿彪和博士关进小黑屋，自己则审问安琪拉。这时屋外传来声音，好像有人。渣哥叫保镖 A 出去查看，自己则来到窗边观察。安琪拉偷偷拿起剪刀，打算干掉渣哥，突然传来枪声，玻璃被打碎。安琪拉趁机想杀渣哥，却被反杀。阿彪透过门缝，刚好看到安琪拉倒在血泊中，他无力绝望。博士突然出现在阿彪的身后，往阿彪脖子打了一针未知药物。难道博士黑化了？阿彪晕了过去，醒来后发现自己还在原位置，但陈设要新切。阿彪来到客厅，竟遇上博士，可博士明显比之前年轻很多。怎么回事？原来他穿越到了多年前，当时博士发明了一种能时空穿梭的血清，注射血清，想着去哪个时刻就能到对应时刻。阿彪这才知道自己是博士的实验产物，他无法接受，质问博士，可博士告诉阿彪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，还表示阿彪只能预测，却无法改变。但阿彪发现预测中死的是自己，而现在是安琪拉死了，他觉得可以去事发之前纠正一切。阿彪注射血清，来到安琪拉到他家洗澡那天，偷偷拿了旅馆钥匙，可自己却被渣哥的两个保镖盯上。他躲到垃圾桶后面，拿出注射液，但旅馆钥匙掉在原地，正好被保镖 B 捡到。再次穿越，阿彪来到之前自己和安琪拉外出吃饭那天，他偷偷来旅馆想拿钻石送去给渣哥，刚好又遇上保镖二人组。原来保镖 A 是对方派来的细作，两个保镖正庆祝胜利，阿彪趁机打翻保镖 A， 抢过枪，带上钻石，迅速逃离。而保镖 B 则打电话给渣哥，来个二人先告状。阿彪来到博士住处，给博士讲明前因后果，请博士把钻石还给一会儿到的渣哥。可结果就像第一次一样，博士啥也来不及说，被保镖 A 打晕了。阿彪见状，躲在草丛里准备击杀渣哥，正要开枪，却不知哪里飞来子弹，刚好击中阿彪左臂，而阿彪的一枪只打碎了玻璃。所以当时屋外开枪的人就是未来的自己。安琪拉还是死了，阿彪不甘心，又注射穿越血清。这一次他来到自己第一次见安琪拉那天，他换上黑帽装，准备阻止这个时空的自己认识安琪拉。可见当时的黑帽男就是未来的自己，但他伤得太重，被当时的自己几下打翻，打斗中还不小心被针管刺中。这也解释为什么当时没有黑帽男离开的画面。再次穿越，他刚好来到渣哥到博士家之前，但博士自信地说他会处理，而博士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打晕。说完，阿彪晕了过去，脑海中闪过自己母亲死于车祸的事。当时他母亲不相信他预测到车祸，而博士则告诉阿彪，他母亲也许是相信他的，只是他选择一命换一命。换句话说，如果阿彪母亲不死于车祸，死的人就会是阿彪。这提醒了阿彪，也许安琪拉只是代替自己死呢。这时的时空有3个阿彪，房间内最初的阿彪，外面草丛准备开枪的阿彪，以及自己。阿彪踉跄往前，不小心发出声响，被渣哥听到。渣哥让保镖
镖 A 出去查看，阿彪正好遇上保镖 A， 两人打了起来，阿彪打晕保镖 A， 可枪落地走火，打到了草丛的阿彪，所以上次阿彪在草丛被打中手臂就是这么回事。阿彪踉跄进屋，刚好撞上渣哥的枪口，救下安琪拉。这时保镖必将找到了钻石给渣哥，阿彪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就是他预测到的交接画面。这预测画面为啥就不能看到整个人呢？真坑！临死前他对渣哥说出真相，可渣哥刚明白就被醒来的保镖 A 一枪爆头。阿彪再次穿越到博士家，这时博士还在研究穿越血清，阿彪让博士去领养中心领养自己。博士扒开阿彪的外衣，伤口处全是穿越血清，阿彪也慢慢闭上眼，而草丛阿彪并未消失。草丛阿彪进入房间，找到了还活着的安琪拉。牵涉时空的片子细想都会很烧脑，干脆就不想了。月色想说的是，该自己承担的事就义无反顾的去面对，逃避或许会引来更严重的后果。最后这超能力用在男主身上简直浪费啊！如果各位伙伴有这种异能，你想干嘛呢？